E1在这4台柯达 CCD 单反中呢，它样样都是头牌，机身等级是旗舰专业级的，色彩最受推捧，人气最旺，画素最少，只有500万啊！这个刚刚最后一点啊，好像是吊车尾哦，倒数第1名。搭载柯达 FFT CCD， 轮廓造型跟常见的单反不大一样，它算是延续 Olympus 10、120的特殊设计，就是这种单肩式的设计。它把相机的肉呢都留给右手来抓，所以它有个超大的手柄，大部分按钮呢也都在右侧，握持感非常好。搭配分量比较重的镜头呢，它的手感呢更显优异。它的防水镁合金耐候机身做得非常到位，组装也非常的扎实，机身的专业度也不赖。目镜遮光帘，机身像长麻子一样布满了许多独立按键，但是它的按键的设置逻辑呢，跟常见的Nikon Canon 很不一样，所以刚开始呢会找按键找得很辛苦。E1是与柯达合作的第1台，所以大多数的人认为它的发色最有柯达数位影像的原味。画面的立体感跟甜美的发色是许多爱好者所推崇的。那尽管它只有500万画素，在恰当的曝光与正确的白平衡下，它可以呈现充满细节的色彩与调子。那E1绝无仅有的快门声也是一大特色哦。E1基本上各方面都非常完美，最大缺点就是过时，可以在机能上明显可以感受到它的慢与不足。但就我个人来说呢，带着E1呢，可以让我真正的专注在拍照这件事情，慢慢的拍。E1在我心中呢，是一台很特别的机器。E1推出了隔年E300登场，E300是一台单反哦，各位不要怀疑它真的是一台单反。那取景器在这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它是光线这样进来上来，然后再转到这边来。这种反光镜设计被称作 Polo 反光镜排列。只不过呢，这样的设计据说在日本呢，讨厌的比喜欢的还要多。那除了反光镜之外呢，我们可以从厚度发现它是一台单反，这个厚度就是证据。尽管E300它不是那么受欢迎，但是呢，世界上它还有另外2台姐妹机哦。一台呢就是它这一款的后继型号叫E330，那另外一台呢就是 Panasonic Lumix L1， 各位看一下，来，各位看一下，这一台的感觉是不是帅气漂亮多了？厚度一样是它的致命伤，毕竟它也是单反，这就是单反爱好者甜蜜的负担啊。如果为 E300 装上镜头呢，是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为 E300 装上饼干镜呢，是长这个样子。各位。这样是不是很逗趣、很可爱呢？我说你一台单反干嘛伪造成一台小 DC 啊？你的厚度就露馅了嘛，不要给我装死啊！那 E300 呢？它的外壳像歌剧魅影的面具之外，其他都是塑胶的，但是它橡皮包覆的部分还蛮多的，特别是手把这一块，整体的组装非常的扎实。虽然外形就是歌剧魅影，但是它的触感还是不错的。人体工学比较差，它的握把绝对没有E1好握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特殊设计，就设计给手指扣住的，扳住它这样子。它的按钮跟 LCD 都偏小，各位看一下它选单的字真的也太小。E300搭载了一块800万画素的柯达 CCD， 它比E1多了300万画素，但是它画质我并没有感受到提升。相较于E1，我个人的看法，它的发色是更加的浓郁，它拍出来的蓝天呢，可以拍得更深更蓝，但是色彩也比E1还要浑浊，那细节也变得比较少。E300的自动排平衡是所有 Olympus 单反里面最失控的。基本上我带这些机器出去啊，特别也是E300，一定要拍肉，反正我们回家再校正就好了。重点是要把曝光做好。E300呢，是我个人觉得是里面最有个性的。那它画质风格呢，也经常会让人家有惊喜。E300推出隔了1年之后呢，E500登场了。在当时，它被视为E300的后继机，并且使用同一块的800万像素的 CCD。它造型改为了典型的单反式样，采取比较务实的设计。在当时日本那边的状况，普遍来说比E300还要受欢迎。不过它的机身质感呢就比较廉价一些，基本上就是裸体塑胶啦，全裸上阵。那如果不喜欢这种裸体塑胶的E500，它还有出银色涂装版，不过据说也是有点廉价的感觉啦。它的机壳组装也受到一些人的诟病，主要是在于这个舱盖的地方，部分的机子可能这个舱盖会松动，抓起来会有那种廉价塑胶那种嘎叽嘎叽的那种松动。OK， 不管外观怎样，E500在机能性呢是大大的进步，颇受好评的。人机界面方面，其实它有点承袭E1这种 L 型单肩设计哦。
他们都是把肉留给右手，左边的肩膀几乎就是削掉，所以它握持感是还不错的。这一点比E300好一些，当然最好的还是E1。那E500呢，它的进化是非常务实的，它的按键的布局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啊。各位，你是不是觉得跟 Canon 啊、跟 Nikon 越来越像，已经跟主流的单反靠拢？其实这样是好事啦。E500它还有个功能，就是它承袭了底片时代 Olympus 的名机 OM4 很具代表性的功能，就是它除了标准的点测光之外呢，它还有高光点测光跟阴影点测光。虽然跟 E300使用同一块 CCD， 但画质有明显的优化，噪点改善了，白平衡也变得温和和理智。我们之前说E1、E300创了柯达蓝，那 E500呢，在日本某些玩家中则提出了亮黄的维他命色，这些都市传说真的超有趣的。那使用起来呢，也更加便利好拍。客观的说，E500的画质呢，比 E300进步了一些，特别是在色彩的控制跟细节的保留。但如果从风格来看的话，是不分优劣的。如果说 E300是奔放写意，那 E500就是敏感细腻，算是同一块的 CCD， 但是后续的演算不一样，就会渲染出不一样的结果。再来呢，就是 E400，虽然都是柯达 CCD， 但是呢，E400已经不再搭载经典的 KF 系列的 CCD 了，它是搭载一般规格的 Internet Transfer CCD。这块sensor有1000万画素哦。我这台 E400呢得来不易，当年是从立陶宛网购回来的。因为当年呢这个 E400很奇怪，它只在欧洲销售，那其他地区呢，包含日本，它自己国内都只能买到1410。这一台就是1410，外观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而1410呢，它搭载的是 Panasonic 的 LifeMOS， 这两台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内部的韧体有点不一样，选单的颜色跟某些功能是不大一样的。我们看它的有点古典的军舰部的造型，这个古典的背带环，这个很容易直接让我们联想到它的老前辈，就是 Olympus OM1。只不过呢 ，OM1 它的取景器看出来超大，E400呢它的取景器小的有点可怜。当年推出的时候，它的体积真的算是非常小，一度是世界上最小的单反。E400啊，1410呢，它们的定位呢是专为入门级或者是女性所设计的啊，机身小又轻，然后又容易使用，很适合搭配小型的 kit 镜。这样小小的握着，其实握持感还是不错的，搭配饼干镜呢更是绝配。这个当做随身小相机哦，真的就像一个小玩具一样，很可爱。E400它虽然已经不再使用 KF 系列的 CCD 了，但是科技是会进步的。1000万画素的 E400呢，它拥有更加细致的画面。那如果硬要说跟哪一台比较像呢？我个人会觉得是比较类似 E500的感觉，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。基本上我是喜欢的，它的颜色还是不错，而且蛮自然的。总之呢，它真的是一部小巧好玩的小单反，个人呢是真的还蛮喜欢的。